为什么高达驾驶员能够躲开光束步枪射出来的光束？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光束步枪的原理，以及光束步枪到底射出来的是啥。咱们就以这方面设定最为详细的 UC 来做举例，因为像 SID 呀、00啊，虽然啊都有着自己的光束武器的理论，但实际上除了里边一些名词不同，其实只要火炮级别相同的话，比如 SID 的光束步枪对00的光束步枪， SID 的等离子炮对上00的高浓度 GN 离子炮，那无论是威力啊，还是速度，还是破坏力，都是大差不差的。当然了，他们在演出上的通病啊也是一样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还是先来看看 UC 系的光束武器设定。虽然 UC 也存在着像电荷武器啊，或者是中性光束武器这样的兵器，包括激光武器啊，但是我们在动画中最常见到的，也是最泛用的，是由米氏粒子所衍生出来的光束武器，主要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米伽粒子炮了。简单来说呢，米氏粒子本身啊就是质量接近于0，且会带有正负电荷的粒子，它们具有以立体网格状态自发连接的特性，而这粒子之间产生的斥力以及正负电荷相互作用产生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熟知的爱立场了。当我们将这些带有正负电荷且是立体网格结构的米氏粒子压缩到一定程度以后，米氏粒子呢就会互相融合，从而形成米伽粒子，再利用爱立场将其加速收束，打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光束了。而当这种高温的粒子撞击到目标以后呢，就会迅速将其融化贯穿，并在目标内部呢产生各种连锁反应，从而获得超高的破坏力。举个例子啊，当时的扎古想要摧毁一台 MS， 经常需要多台扎古进行密集射击，才能让对方的 MS 迅速沉没。而光束步枪呢，只需要在关键部位命中一枪，不说直接打爆吧，至少也是会造成大量电路报废，导致机体宕机，这差距啊就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夏亚说的那句要是让骡子听到了，就可以立马怼一句，打不动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俩人啊能在那杠一辈子。而当年白色恶魔之所以能到处耍流氓，就是因为虽然米伽粒子炮的应用是吉翁先进行的，但将光束武器小型化的却是联邦军。当时 RS78 的光束步枪就已经拥有着接近巡洋舰主炮的威力，只不过那会儿啊都只能用1 cap 来储存弹药，一次出击呢只能携带16发，每次打完啊都要回母舰重新补给。后来联邦推出的1 pack 就是相当于弹匣的装备，才解决了光束步枪续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设定与 SID 和00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 UC 的光束步枪子弹都是存在武器里边的，和咱们现实世界中的枪支子弹是一样的，而 SID 和00呢则大多数是通过机体供给能量的，所以啊 SID 的机子掉电快，00呢则是除了原装太阳炉都会面临能源分配的问题。这里啊还要提2个光束步枪的缺点，一个是在大气圈内，由于环境比较复杂，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散射情况，尤其在这种初期技术不够成熟的时候最为明显。因此呢，陆战高达会配备大量的实弹武器，虽然威力差一些，但胜在量大管饱，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火力压制，这是初期单兵光束武器很难做得到的。另一个缺点呢，就是虽然光束步枪威力很大，但它也同样受着口径的限制。常规口径的光束步枪打 MS 威力是够的，但是打战舰的话就很难造成致命伤。这也是为什么就算装备了光束步枪，也依然需要配备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去对舰，因为火箭筒造成的碎片杀伤力在对舰时还是要比一般的光束步枪要强的。所以知道为啥马格南强了吧？那么粗一个光束，命中半径大大提高的同时呢，还能一蹭就让对方机体接近报废。对舰时呢，也是如同给他来了一发战舰级的主炮，恐怖如斯啊。那么介绍完了光束武器的大概原理和优缺点，我们就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这玩意儿到底有多快呢？网上我看到有2个说法啊，一个是亚光速，也就是90%光速以上的速度，另一个说法呢是1/10光速。那咱们就按1/10光速来吧，那也是将近3万千米每秒的速度，在99%的作战场景下，基本这都是这边扣动扳机，那边就升天了的。这一点呢，也是早期扎古的豆豆枪所无法比拟的。具体有多快，我们可以看一下光束狙击枪，在如此远的距离下进行射击，光线基本上都是直接生成一条直线，跟光束箭一样把目标就给击破了。那么这么快的速度，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看到剧中的驾驶员能做出躲开光束的操作呢？真相只有一个，打歪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MS 战都是运动战，在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驾驶员从驾驶舱屏幕上看到的敌方机体，其实呢个头并不是很大。举个例子假如你站在10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楼底下呢有一只哈士奇在狂奔，如果你手里有支激光笔，你能保证一下就能照准那只哈士奇吗？近距离的话就更好举例了，假如有一辆开120迈的摩托车从你眼前经过，你能保证你手里的激光笔一下就能照准对方吗？这还只是同一水平面的，要是到了空战或者宇宙战，那就是
XYZ 3轴了，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时呢，可能又有人说了啊，那高科技机体不一样啊，人家都是有东西帮忙锁定的呀。那确实啊，只不过呢，在 UC 这种雷达普遍失效的环境下，机器锁定效率啊远没有你想象那么高。而且呢，你锁定敌人时，敌人的机体呢也会发出被锁定的警报。这个时候，万一对面突然改变轨迹，你再一犹豫，这一来一回啊，误差可就大了。那么既然大家现在都搞明白光束武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那高达剧中各种 bug 也就显而易见了。首先，就算有被锁定的警报，大多数机体要想仅凭警报就立刻从静态转为动态躲避光束武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啊它是有量子力学加持。其次，很多剧中的光线武器呢都会有慢慢逼近的画面，其实呢也不太准确，这玩意儿啊基本都是瞬间到你眼前的，你是看不到逼近的过程的，除非这玩意儿采用的原理和传统光束武器不同。所以说啊，如果你们不小心穿越到高达世界，一定要记着，上了战场就别停着，跑动起来，用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儿的行动方式来迷惑对面。而如果对面是一个人棍高手，你可以学下飞鸟，分析一下他第一枪爱打哪儿，打不中会再打哪儿，在对方射击前呢就做出动作，或许啊真的有用。但如果你对面啊是一个枪枪弹预测、枪枪奔驾驶舱的老阴逼，建议直接躺平了，享受驾驶舱的触感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